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访谈。我们这次推出一个新的系列，是由历史学者吴思讲解他的新书《顶残：中国市场和产权的构造和逻辑》。这本书呢是许成刚讲制度基因之后，大声推出的又一个深度系列。我们希望的是请学者来就他们的一个书、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带着观众讨论一个话题。吴思呢，1957年生于北京，曾经是《炎黄春秋》的总编辑和天泽经济研究所的理事长。他的作品《潜规则》《血酬定律》都曾在中国社会引发过热烈讨论。他擅长用通俗、锋利而精准的语言，努力在解释中国社会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我在这里还想多说一句，吴思老师呢，目前居住在北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的出版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系列访谈肯定会引发系统上的广泛关注。在现在的一个现实环境里面，其实吴思坚持这样完整清晰地讲述他自己的思考，跟我们的观众分享，我个人是非常敬佩的。我们也感受到了要传播这样的声音的责任。我也真心的希望，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朋友，大家都以平和开放的心态来听听我们这场真正的严肃的无审查的自由的开放讨论。经常只干3-5个钟头就不干了，或者活就干完了，然后他们不干，我是当8小时来干的，他们不干我接着干。然后那工人师傅我师傅就劝我说别干了别干了，你再干大家对你有意见。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对我有意见。如果每天工作这个定额我3-4个钟头，我一个学生就干完了啊，那以后这定额怎么定好啊？你说那个工人他们当然或者追求收入的最大化，或者追求这个闲暇的最大化，反正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呗。每到一个地方省、县、地区、县，然后公社，每一层官僚都会把自己这个分到自己这个部门的这一部分低价化肥就批个条子，批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他得了这个肥了，他就可以到市场上转卖高价。谁能批谁不能批，什么官能批多少，占多大比例，总不能一支笔都批走了吧？那么贪，别人会找你麻烦的。反正这套都有一部内部的官场的规矩，就这么层层批下来，最后农民到供销社就买不着低价化肥了。合法伤害权是我找到的那个潜规则的最重要的武器，你非听不可，你非服从不可。然后农民发现那我去告你去，你告去吧。我跑到北京，从四川到北京告你一状得花多少钱呢？而且你想告你为什么呀？你不就是为了省这几升几斗的粮食吗？你到北京花多少粮食？而且你省几斗几升，那些官员他们，你一旦告下来，他们的损失是几斗几升吗？是这几千家几万家的几斗几升，合起来是多巨量的一笔财富。他们联合起来，为了身家性命，为了长期的收入收拾你，他们要花，他们有多大的劲头，你有多大的劲头？读您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也在考虑您哪一个点上就是意识到这个自由其实这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个自由定律。我现在这么一听就明白了，它并没有某一个点上嘚儿一下子好像觉醒了，是不断的，是你原来接受的那些理论的灌输和实际的现状不一样。那说明然后您就回到真实的问题去了。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走到第二个困惑了。你也说到，就是您的第二个困惑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真实运行规则的。您再讲讲这个困惑，还有接下来的这第2本书好不好？好，对，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是缺乏这个跳跃，基本都是一寸一寸的挪的。当然有的时候这一步可能不是1寸，是1尺，1尺1寸，尺尺寸寸之间就这么往前蹭的，那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反转点好，我接着说那第二个人生困惑和第2本书。可是这个反转点，因为我们有的是咱们做媒体的人会知道哈，有的人会突然某一刻惊醒，但你
顿悟。但您说您是一个极左，那这个认知坍塌的这个点上，还是挺重要的，没有坍塌。就有坍塌，最后整体都坍塌了。问题是坍塌是这一个角塌了，那个门掉了，那个窗户掉了，这个一个柱子倒了，是这个过程，不是哗啦这大楼就倒了。那为什么那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官儿，都还在那撑着呢？是他们没坍塌，还是他们瘫了也假装撑着，还是其实也是一个就是里面千疮百孔的一个认知体系，但假装着为了当官有瘾这条路往前走呢？我多问一句，您觉得？我首先我得就是那个当官的怎么想，我不是他们，我说不好啊。但是我听说哈，就是就是这个东西塌了，不见得能建起新的来啊，它可能就是一个混沌的空白，只觉得这套东西说服力不太差，说服力不太好。但是那个新建那个过程，比如说我后来顺着潜规则、雪轴定律、官家主义这条路，就开始一些小小的新的砖头瓦块，好像能拼起一个新的结构来啊。一旦有了新的结构，过去的结构的毛病我反而能看出来了。这时候越看出来了，越去建那个新的，然后旧的就越能看出毛病。这时候其实这是一个破和立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于是它就不是一个突然的坍塌，而是这儿抽走一颗柱子，那儿换了一扇门，渐渐的一个新的起来，旧的发现忽然有一天没有那么忽然有一天渐渐的就发现它已经没有，它的解释力已经不如这个了，就完成了一次转型。这个转型是一个缓缓的，有的时候急一点，角度陡一点，有的时候就缓缓就那么转过来。至于别人哈，我如果他没有建这个新的，比如说他不读那些有替代性的那个学术的这个书他就看武侠小说啊什么的那这个替代过程就没有。那旧的只是觉得不太稳，有很多漏洞，但是它就不见得垮，不见得塌。而且实际上那个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它的内部的逻辑挺严谨的。我后来能找到它的逻辑上的漏洞是非常晚的事儿那说起来又比较复杂了。我觉得它的缺陷在哪儿的那就是一个大话题了。我觉得多数的人，尤其是像我这个撞了这么多南墙，有这么多钉子碰了，然后去想再去读书去对照，还找不着，可能很多人走一半就不走了。那他就对他来说没有新的建构，可能旧的也就没有没有什么就是彻底的转型或者是坍塌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就是那个歪歪扭扭的还跟着立着。而且它过去的那个结构虽然那个就是过去的结构理论严谨现在的那个很多地方的贴补吧，或者是像李鸿章那说法裱糊，但是大体还是裱糊上了的。那个你如果不去深思熟虑不去非要那个较真儿模糊过去也行认真学习各种文件，学习各种新的理论，那个转环的那个好多台阶好多桥梁是能找到的。好，这是我瞎猜说别人的，我说因为这个其实解释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现在说，对目前的这种制度体系也好，理论建构也好，他并不是真正相信，但他并不真的相信，他也没有完成一个新的认知的建构。为什么呢？您刚用了一个词，这个混沌，我觉得特别对。还有一个就是他要突破自己的一些认知的舒适区，更不要说接下来您说的这个官家主义最后会出来一个定律的，就是这个权力在那儿的这种终极的这种存在，很多人是不一定会去主动去对抗权力，或者说这个打破这种权力主导的这种结构，他可能就觉得那我能改变什么呢？我就在这个规则里一起转呗。很多人也是这种状态。您是往前突破了，因为您看您第二个问题和第二本书其实就回答了更多人想不明白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中国社会真实的运行规则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是一特别大的问题，但您把这个自己的困惑最后解读成了一个公共的问题的这种回答，我觉得特别棒。您就继续讲您的第二本书和第二个人生困惑吧。对，第二个人生困惑就是中国社会真实的运营规则。那个困惑我能记得的最早的一个触动，还是上高中的时候啊，大概74年、75年，我们去那个北京。我上的中学叫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石油附中。我们那个石油学院的那个院内有一个石油机械厂，我们到那儿去学工。当时石油战线是中国的那个最先进的战线啊，大庆红旗所在呀。我们班呢分在铸造车间，在铸工车间，我学工1个多月。按照这个书本上的说法工人阶级是先锋队，是国家的主人而且那个石油战线那就是应该是主人中的那个精英部队了先锋队中的精英部队。我的想象预设就是工人师傅，我们家呀跟工人那个接触很少，我们家是一个军队的大院里，所以那个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那个生活体验。我们的想象就是工人师傅8个小时之内应该是真正干活，实际上他们经常只干3、5个钟头就不干了，或者活就干完了。然后他们不干，我是当8小时来干的，他们不干我接着干。然后那工人师傅我师傅就劝我说别干了，再干大家对你有意见。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对我有意见。我还对他们有意见呢，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其实很容易理解大家都不干就我干，这不就是显我了吗？这不等于用实际行动在责备别人显示自己吗？而且如果每天工作这个定额我3、4个钟头，我一个学生就干完了那以后这定额怎么定好你说那个工人他们当然或者追求收入的最大化，或者追求这个闲暇的最大化，反正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呗。不管是工人还是资本家还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是人性都是这样，趋利避害。那他们自然就会这么对我就有意见。后来学工结束的时候那个师徒之间都有一个仪式，就是临别赠言。我师父给我的赠言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话，就是切不可书生气失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这对我就是触动了，这是什么？我就追问我师父，我说复杂的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怎么就看简单了？现实的斗争你给我讲讲。我师父就笑而不答。这个困惑就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了，这个种子呀就现在其实回想起来，那个我师父真不是卖关子，他确实是不好答。你说但是用这个，你说但是用复杂的阶级斗争这套马列主义语言来描述工人代工，你说这不是反动吗？但是其实这套描述也不错。我实际看到的是官家集团，就官僚集团，他们的代理人他们的各个什么车间主任、党委书记、这个支部书记和工人劳动者之间的博弈。那个工人每天干多少时间挣多少钱，刚才说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有自己的倾向。那干部管多少事儿，拿多少工资，替领导操这个心，又不是他们家的嘛他也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也想跟着追求闲暇或者少得罪人等等，然后这各自的追求达成了一种均衡。这实际就是2个集团之间的博弈。你可以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和官家阶级，毛泽东的话是叫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之间的博弈。然后那个在这种条件下，别人那个不干我多干，就打破了刚才说的这种均衡。这当时我不理解，那师傅也笑而不答结果呢是更吊高了我的胃口，深深的埋下了困惑。这是我的这个困惑的第一站，我记得起来的第一站然后就是这困惑
冒出来的。那是82年，我大学毕业了，到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当时人民公社制度正在解体啊，因为大包干了，农田这个分到一家一户，这个产权是渐渐的向私有的方向转化了，农民也认真干活了，这是产权制度方面有了重大的调整啊，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都归农民了。但是市场制度还没有健全，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折刚起步，就双轨制，一个是计划轨，一个是市场轨。就在这种体制下，农民生产的大部分粮食还必须以低价卖给国家。当时我们是从统购统销嘛，粮食是一类物资，必须全部的卖给国家，不许流向市场。这是一轨。但是另外一轨呢，就是市场轨。农民把低价粮食卖给国家，农民那当然不高兴了，凭什么呀？那我到市场上能卖那么多钱，你现在要低价卖我。于是当时呢，就给了一个承诺，你可以用平价买化肥，你卖多少粮食平价粮，你就可以相应的买多少化肥，这两者挂钩，农民就叫挂钩肥。这就是当时这双轨制中的这个市场制度。当然这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规定我在农民日报接到农民报的那个读者来信，说他们是按照规定交售的这低价粮食，但是低价化肥呢，挂钩肥呢，买不着，都流到市场上卖高价了。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怎么回事？我们组织了3个记者一个小组，就追踪调查了1个月。调查的结果就是发现农民说的都对，政府明文规定的这正式规则其实不管用。在刚才说的计划轨中，中央政府掌握了全国的化肥资源，按照计划分到各省、各市、各县，然后到了各个公社，然后到各个村，哪个省市县收购的低价粮食多，分到的低价化肥也多。但是每到一个地方省、县、地区、县，然后公社，每一层官僚都会把自己分到自己这个部门的这一部分低价化肥就批个条子，批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他得了这个肥了，他就可以到市场上转卖高价。谁能批谁不能批，什么官能批多少，占多大比例，总不能你一支笔都批走了吧？那么贪，别人会找你麻烦的。反正这套都有一部内部的官场的规矩，就这么层层批下来，最后农民到供销社就买不着低价化肥了。绝大多数化肥是在自由市场的这一轨的用高价买到。然后我们最后问到村里，说你们都没买到，见没见过呀？然后那农民回答说见过，队长买了一袋，会计买到一袋。你看这就等于说正式的说这个自来水是通过这个流下来的，通过管道流下的，到时候一拧水龙头，滴答一滴，队长那加的盆里，滴答一滴，会计加的盆里。那请问究竟是哪个渠道，哪个系统是真管用的，是真的？哪个规则是真规则，哪个规则是假规则？你要按照这个比例来说，就是那批条子条子肥那是真的，正式的挂钩肥那是假的。然后我们这个追踪的就写了一篇报道，叫《化肥追踪记》，后来又连续报道，跟了5、6篇，这是一组系列的报道。那个报道还获得了全国好新闻奖，然后这个中纪委、商业部都介入调查了。我还是作为中纪委的调查组的成员去跟着他们下去查。然后批条子的一个官员还被撤了然后这个制度丛生。但是我跟踪了多年，发现条子还在批，撤了人没用，就是他碰到枪口让他倒霉了，官方规定仍然不管用。你想想别的地方凭什么这么大的诱惑，人家都追着你给你塞好处，你的亲戚朋友让你给我批点条子，你就想我这批的这条子有多大风险，少批点。就是你想想这个
重申和处罚管点用吗？肯定管一点，但是那用非常微小，就是主要的管用的还是那个条子费那条路。这个事儿对我就触动大了。从局部来看，我就跟陈永贵似的，好像局部成功了，全局看我彻底失败，根本不管用。我就这个给我的困惑就是，这社会到底怎么了？这社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那高中就埋在心底的那个种子就发芽了，就一下就唤醒了。我看到的实际的规矩，政府的明文规定，我们熟读啊，我们知道啊是什么什么的。可是实际看到的差距如此之大，而且这种不合法的这个东西，所谓的违规的东西，生命力如此顽强，那个甚至于它都变成光明正大的了。比如我们到那个管化肥的公司农资公司去问，你们这个化肥批条子了？批了。我能看看那条子吗？行啊，把那保险柜一开，一摞条子，看吧。你想想，各级领导都批，这个管这个事儿的人凭什么？他可能不能批，他没这权，他凭什么替你去担这个背这个锅？给我看吧，我一看，哇，谁批多少多少，这都有一套规矩啊。而且你说他是犯罪吗？人家没把这东西藏起来，没藏着掖着，都在这儿呢。这中国社会真实的运行规则是什么？怎么叫他们？他们是怎么来的？它的根基是什么？它怎么才能改变？怎么才能消失？这问题就都来了。就是我这个对我的触动就挺大。当时我想这叫什么呀？得给他起个名字呀。这套规矩叫什么呀？我当时给他起的名字，我们报道得做标题嘛，那标题叫内部章程，我就编了一个词儿叫内部章程。后来当然实际上这内部章程不也不准哈。内部章程那个实际比如说农民跟那个官员，你得塞个红包，或者你交粮的时候，名义上你是交1斗啊，实际上你可能得交1斗再加2升，这不是内部章程啊，这是官民之间的关系啊，官民之间的这种新的规矩啊。这规矩怎么叫啊？其实内部章程都不好，后来我就杜撰了一个词儿，就潜规则啊，那个什么规则呀、灰色呀、章程啊什么的东西，乱七八糟的这些词儿凑在一起，一看潜规则这个组合看着顺眼，就它了，然后就找到了这么一个词儿。其实这个词儿当时没找到，后来我又隔了大概有。我那个追踪那个报道是83年、84年的事儿，最后我是到96年的时候，那会儿我干很多事儿都搞砸了哈，那个乔杂志也死在我手里了，我失业了，我就开始在家我得干点活了，我得把我以前那想法，我就开始读史。读史的时候吧，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朱元璋反腐为什么不成功？这个是不是内部有点类似内部章程的东西来对抗？就你要写新闻报道，弄清一个事儿得好几个月哈，从头追下来恨不得得好几年，而且有多少人给你制造障碍，给你找麻烦去告你，或者给你塞红包劝你那个这就别干了。这个过程是障碍重重，诱惑重重。历史中找答案省事儿啊，这几个月的时间足够我把某个领域的真实规则，它的生死轮回，古人的漏规哈，某种类规是怎么出现的，它怎么体现的，后来怎么了，几轮收拾它，最后什么结果，这个读史是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就把我引向了历史研究。而且中国的这种历史记载非常丰富啊，官方的、私人的都有，一辈子也读不完，我就钻进去了。然后大概用了4、5年的时间吧，读出一点心得就写一个词儿，读出一个心得写一篇文章，就这个潜规则这个系列就写了10几篇的文章。潜规则呢，现在
我对他的解释就是一套不明说的规矩，不明说是因为这套规则或者是不合法，或者是不道德。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社会中，很大程度就是这套规矩，而不是官方冠冕堂皇的各种法规支配着社会运行。但是那个这套规矩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怎么表现的，好像我没见到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专著。然后潜规则我从1996年开始写到2001年年初出版，出版了以后就这词儿就开始火起来了，潜规则还被人当动词用，谁谁谁把谁潜了那个后来第2年就给禁了，但是2005年做了一些修订又出来了，现在的销量还不算盗版吧，各种版本也有上百万了。然后潜规则这个新词儿呢，2001年底我用当时谷歌还能用我搜索有550个结果，后来我现在用百度搜能超过1个亿了。所以就是我想我当年的困惑，中国社会怎么运行的，我在表达时候遇到的这个词语困难，其实也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困惑，也是我师傅跟我讲不清楚的那种困难，词语的困难。所以我现在给出的答案也就成了大家容易接受的一个答案。这就是我的第2本书和第2个困惑。您现在回头想，您刚才说了一句，就是说其实各个阶段的各个阶层这个层级的这种官方代理人，您说的就是有的是党政干部，有的是各个阶层的这些官员哈，他们也都是受制于这个潜规则里面的，就是可是为什么那最高权力拥有者呢？他受制于这个权力的这种潜吗？皇帝也有皇帝名义上是应该爱民如子，是天子嘛，受天命受老天爷的委托去治国，去那个牧民那他实际上他作为老天的代理人，他没有自己的私利吗？我把潜规则主要理解为代理人的私利，他不是那个老板的利益，是别人的利益你来代理。那皇帝代工，比如说万历比如说嘉靖，他们几十年不上朝然后那个国家就是政府正式规定的这种税收，他的房子坏了，他额外加税去征这个税，实际上按照这个祖宗之法，按照各种那个儒家描述的天道天命的规定，他都违规了。所以皇帝也是有自己的私利，也在追求那个他老天这个代理人的利益，所以他也有潜规则。那个至于而且皇帝很明白这潜规则，比如说像那个道光皇帝有一次我看到那个书里一个大臣叫张吉新，他受命去当四川的聂司，到四川管他的活之一是管那个驿站，就是现在的招待所兼邮局那里有大量的马匹。其实这些马匹经常让那个驿站的人干私活，有的时候那马都没了那都不定私下卖给谁了呢。他说你那个皇上就跟他说，跟这个张吉新说，以后你去到这个管这驿站其实你别太认真了，你要去那个他们能把活干好，就相当于大包干似的就行了，过得去，把活干了就成了。你要去追究这马是不是在马养好了没有，你今天到他那儿去，他昨天就从别地方马调过来了，就给你糊弄你干脆就算了吧。你说皇上知道不知道？皇上知道这个潜规则的存在，而且他对他基本没办法，有办法就是那个大包干，就是一键否决的那种一票否决的那种问责。这事儿你没干好我不问，你少给我解释，结果不行
你明年的那个升迁没了，啊，今年的奖金没了，就这么管呗，啊，那可考核的指标取代那些容易被骗的指标，这个皇上也适应这种潜规则，推出了他相应的治理方案。这就是您当时把潜规则这个无法言说的这种代理人利益的这套规则给说出来之后，当时您还记得就是从理论界到社会上的一个反应吗？就是如果这个词，当时您不说出来的话，会是怎么样呢？反应非常热烈。当时这个书第一版出的时候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的，他们首先他们就没有这本书，就本来我2000年出去给他们了，拖了1年。我说怎么回事？你们老出不来，我找别的地儿了。后来他们出了那个2001年年底出来，他们觉得几千册就不错了吧？结果一到北京的那个书的订货会上，咵一下就订了2万册就出来了，回去立刻加印，很快就没几个月就翻到了6万册，就是这个名字好像一下就大众了一些东西，有人家忍不住拿起来翻翻，这是那个反应。然后第2年吧，还是当年就评为什么好书啊，后边的一系列的结果。现在这本书，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被评为影响改革开放30年的30本书之一，40年的时候又评为40本书之一，然后刚才说的那个，其中有一个女演员，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导演怎么潜她，就用了潜规则，她一下就让这词儿随着这个演艺界的那个花花事爆火起来，又是一轮那个高峰，就是我就能感觉到，那一下脚捅到了人们心底一些，挠上了一些痒痒，就是把人心中绷得特别紧的那根弦嘣的一声，就那个回荡着，我就听着回荡不已，一直在响。您说在不同的时代，或者说不同的这种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里面，这个潜规则在变吗？每一项潜规则都是一个单项啊，一个领域的一个规则啊。你就说潜规则始终存在，就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国作为一个我说的官家主义哈，这个体系中代理人的地位非常重，皇上一个人能管多少事儿啊？下边都是代理人，而且皇上也是老天的代理人呢。每个人都在追求代理人私利的最大化，这种最大化的追求是持续的、不可遏制的，永恒的。在这个意义上，潜规则也是不可遏制的、永恒的、长期存在的。那但是你说到某一个领域，比如说征粮，交皇粮的时候，我怎么去多收你点儿？怎么能多挑你？本来你就该交1亩就1斗的话，我怎么弄出1斗2升来，1斗5升来，然后再让你给我塞个红包？这种规则是随时在变。当时您试图解决了就是这种制造潜规则的力量吗？就是因为您是从历史里头去找，您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但是您解答了制造潜规则的力量吗？是，在找的时候哈，那比如说官员要多收农民点粮食，我要是那农民要是不交呢，不交你是抗税啊！你这个粮食来了，我往那个斗里一倒，斗里倒了，他再踹2脚，那不就沉下去了吗？然后那个还堆出了冒了尖了，那叫临尖儿，那个踹粮呢叫踢户。然后拿那个板一刮出来的那个粮食留在边上的撒的，也不让你扫走，像这一系列的都是那个规矩，都是潜规则的一部分。然后这还不够，说我这粮食要进库了，我得扛，你扛吗？你得多给我点儿，这就是这入熬钱。然后这还不够，我这粮食是要运到北京去的。这一路有多少损耗啊？比如老鼠就得吃吧，鼠耗，各种耗你还得交，这又是补了一点。
这一系列的东西背后要的都是什么？我收税是合法的，是有强制力的。你要是不把这活儿交了，不到时了，我是可以以那个抗税或者是就这类的法律来找你麻烦的。当时古人的方式是5日1笔，5天没交哈，没交齐哈，摁在那儿打一顿板子，回去赶紧去找粮食去。过了5天还没有哈，再打一顿。合法伤害权，我伤害你，揍你一顿，我揍你就揍你了，是吧？哎，这是合法的。你要再敢抗税的闹大了，我关你。然后再更狠，反正你要抗税闹大了，那后边，你跟官家斗起来，那个这么升级，你最后你大不了就是造反嘛，造反那就杀你们全家，杀头了。就这个合法伤害权是我找到的那个潜规则的最重要的武器，你非听不可，你非服从不可。然后农民发现那我去告你去，你告去吧。我跑到北京，从四川到北京告你一状得花多少钱呢？而且你想告你为什么呀？你不就是为了省这几升几斗的粮食吗？你到北京花多少粮食？而且你省几斗几升，那些官员他们，你一旦告下来，他们的损失是几斗几升吗？是这几千家几万家的几斗几升，合起来是多巨量的一笔财富。他们联合起来，为了身家性命，为了长期的收入收拾你，他们要花，他们有多大的劲头，你有多大的劲头？最后农民就发现不合算，斗不过，民不和官斗，认账了就交去呗。向什么认账了？向合法伤害权认账。然后我追出来的就是合法伤害权。这听着跟我们熟悉的中国的这上访制度和这个访民层层要花巨大的代价跟层层的官和权力斗一模一样哈。我们的体制，官僚集团是很熟悉这一套，农民也很熟悉这一套。农民很熟悉这一套，所以在我们当时都知道的那个阶段，就是上访解访都特别旺盛的那个活跃的那个阶段，大家就是有这个现代民主法治意识的这些，不管是律师啊，包括一些媒体人学者，都在劝大家不要去上访，虽然也都在这个感佩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反抗意识哈，有公平的成功率。我在《农民日报》当总编室，不是后来是在群工部，我在群工部当了2年的副主任，那个其中一个活儿就是接待上访。我恨不得天天接待上访。你想这1-2年下来，我接待了多少上访啊？那个我对访民的心态，对他们的诉求，对他们的处境很熟悉。我们会不会作为一个报社，会不会帮助农民解决那个上访问题？会。如果那个事儿有价值，有新闻价值，我们会去干。比如说刚才说那化肥，那实际就是对一个读者来信，那你也可以认为是信访哈，对那个的一个应对。后来还有那个，比如说官方把农民的土地给占了，原来就然后还要卖。然后那村里肯定不干嘛，就联合起来找我们上访，那种土地问题非常严重啊。我们看着有新闻价值，就去报道采访，最后也帮着这个农民把这个翻过来了。但是你看，我当了2年的，我在农民报当了那么多年，接待上访那么多，我真正跟信访上访有关系的就2件事，我能处理多少啊？多数农民的访问竟是那个各种各样的邻里纠纷跟官方的纠纷，他处理不好，他就跟邻里纠纷处理不好，就找官方去告，不行我就再告，竟是这种没有新闻价值的事儿那没新闻价值，他们又没有一个终结的，就这么一种终审的这个路子，总觉得更大的官能够管这个事儿。其实不光我们的这个市场制度和产前制度是顶残，就是上面随时能伸下一只手来调整这些制度，而且那个
法律制度也是顶残的，也能随时挑一个手啊，把以前的一个判决说，那重审啊，去，这个处理有问题，权力大了就可以干预这个事儿。那农民理解这个事儿，那我们就会有上访的动机啊。但是对我们来说有新闻价值的极少，于是我就劝农民说：“哎呀，那个这事儿我们实在是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是个报社，我们管不了，我们只能比如说把你的这个上访的材料转给管这个事儿的啊，比如说信访办啊、国务院的、省里的，或者你们那市里的、地区的、县里的，我们往那儿转，请他们重视啊。你说农民能怎么办？农民觉得受了委屈了，这委屈大了，这个被人欺负了，那个，然后找我们，那我们到我这儿我就这么推诿，我推诿的对不对？我不推诿我能怎么办呢？我真能处理吗？我能处理的我去处理了，但是剩下的管不了就推出去。他们遇到的就是推，也不是说完全没用，没用这个系统就没了，有用，比如到我这儿就管过2次用，多数的情况下是按照古人的说法，你去上访，千百不得一二，1/1000、1%，也就是这样的成功率。那你说这个成功率，让这个制度既可以存在，又管不了多大用。